11、12号，北约峰会一连2天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不过，这场峰会明明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其联合公报却15次扯上中国，鼓吹中国的所谓胁迫性政策构成系统性挑战。对此，中国外交部驳斥公报相关内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摆出事实驳斥北约荒谬论调。值得警惕的是，日韩再次结伴参加北约峰会，并将与北约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提升到新高度。中方再次强调，亚太地区不需要亚太版北约，敦促北约放弃祸乱亚太的危险行径。当地时间11号傍晚，北约官网发布维尔纽斯峰会公报。公报显示，此次峰会共达成90条共识，主要分为重申北约原则、欢迎新成员、批评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提升国防开支和防御能力4大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与北约毫无关系的中国却在公报中被提到15次。公报妄称中国的雄心和胁迫性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公报还诬称中国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针对北约公报相关内容罔顾基本事实，恶意抹黑中国，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回应指出，北约峰会公报有关内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冷战已经结束了30多年，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却依然抱持零和博弈、对抗思维，无视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呼声，逆潮流而动，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也注定不会得逞。对于北约荒谬提出的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汪文斌指出，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并摆出7个不的事实，反问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我们从未侵略别国，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不在全球开展军事行动，不以武力威胁他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不组建、不参与军事集团。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呢？北约还在公报中指责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美西方一些势力动辄拿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说事，汪文斌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就明确强调，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汪文斌还指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之上，两国关系超越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模式，树立了大国关系范式，这与北约国家大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有本质区别。我们敦促北约停止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挑衅言论，摒弃冷战思维的过时理念，放弃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不要搞乱了欧洲，又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出台了新战略概念文件。在这份时隔12年更新的战略文件中，首次提及中国，并声称中国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造成了挑战，对大西洋联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并对中国国防建设、经济政策、技术发展等领域多加指责，扬言北约将努力共同应对。实际上，今年北约维尔纽斯公报涉华内容基本上与北约新战略概念文件内容保持一致。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对深圳卫视表示，北约一直以来都被美国当作枪手，在美国将中国看作是最大竞争对手的今天，北约再次扮演政治打手的角色。俄乌危机现在来看，它整个局势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焦灼的，那么就需要树立一个更大的、似乎更长远的、长期性的靶子。那么这个时候，一部分的西方政界、军界就把他们的眼光放到了中国。北约公报一边鼓吹中国是系统性挑战，一边又表示我们仍然对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持开放态度，目的是保护北约的安全利益。就在峰会召开前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外交事务》杂志刊发文章，谈及中国，他明确表示，北约不将视中国为对手，我们必须继续与北京接触，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包括核扩散和气候问题。
针对斯托尔滕贝格罕见对华释放接触合作的信号，有分析认为，北约的态度之所以有所变化，与当前美国对华态度大有联系。从上个月到这个月3周内，美国接连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访华。接下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将到访中国，说明华盛顿正在迫切地寻求改善中美关系。对于这些，北约看在眼里。斯托尔滕贝格自然也识趣地暂时放低了对中国的调门，而且就像美国在经济和全球挑战领域需要中国一样，北约在这些领域也同样需要中国，自然要对中国示好。他当然一方面要把中国视为对手，视为威胁，甚至是大言不惭、明确地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同时呢，他又不愿意丧失中国的市场，又希望中国在那些有利于西方的领域跟西方这些国家继续来进行往来。我们说这种矛盾的心态其实反映了什么？就是西方的力量已经不像过去的殖民时代，或者像我们说这个霸权主义能够在整个世界占上风的时代。外界注意到，被北约标记为所谓全球合作伙伴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国领导人连续第2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其中日韩再次结伴参加北约峰会，尤为值得警惕。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号在立陶宛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在双方发布的新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中，提及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的合作，还写明自卫队扩充参加北约演习和紧急援助的联合行动。报道说，考虑到中国、日本和北约决定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日经亚洲曾披露，日本和北约在2014年签署个别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侧重于一些特定领域的合作，例如海上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但军方合作基本上不在范围内。提升后的伙伴关系将使双方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保持一致。网络、太空、电子战等不受传统地理限制的战线，将成为双方进行更密切合作的领域。此外，北约还寻求与日本就新兴及颠覆性科技协调立场，共享信息，以确保现有的防御结构不会被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等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所抵消。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同斯托尔滕贝格签订了涵盖11个领域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尹锡悦12号声称，借此个别针对性伙伴计划，韩国将设立国际网络训练中心，促进与北约的网络安全合作，未来将与北约扩大军事情报共享范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日韩呢，基本上在防务方面是完全紧跟美国的步伐，在美国的指挥棒之下，那么去这个转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其次，对于日韩来讲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希望能够跟西方去加强这种联系。还有一点呢，当然是跟中国的这种竞争，也是希望有一种这个挟洋自重的状态，能够把这个北约的力量引入到印太。12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北约声称是区域性组织，却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加速东进亚太。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却鼓动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不停越界扩权，到亚太地区挑起对抗。汪文斌表示，亚太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靠的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妥处分歧。北约东进亚太只会搅动地区紧张局势，引发阵营对抗，甚至新冷战。亚太国家不欢迎，很多北约国家不赞成北约亚太化，亚太地区也不需要亚太版北约。我们敦促北约立即停止对华歪曲抹黑、编造谎言，放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过时理念，放弃迷信军事武力、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放弃搞乱欧洲、祸乱亚太的危险行径，不要为自身继续扩张寻找借口，而应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